那我们巨蟹在感情当中都是很敏感、比较玻璃心的人哦，而且特别会由小见大，所以会把一些很小的事情呢放大无数倍，然后去影响我们的自己的情绪哦。所以你要是多说一句话，少说一句话哦，我们巨蟹都会瞎想半天。而且巨蟹呢很难控制自己的这种坏情绪、坏脾气，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们的巨蟹在这个爱情里面脾气就容易炸裂哦，很反复无常。但是我们巨蟹的这些脾气啊，只是源于他太依赖你，所以当巨蟹真的是爱上一个人的话呢，就会狠狠的栽进这段感情里面。那我们这一段感情哦，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不管是巨蟹也好，还是对方也好，都会觉得比较的失望。好像会觉得两个人不是很合适哦，因为宝剑6嘛，就代表两个人的期待感太强了，然后导致各自都会很失望。本来计划好的事情或者原本的一些承诺，然后最终就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也会导致越来越没有想要，然后越爱而不得、求之不得的这种状态哦，非常的痛苦。而且呢，我觉得巨蟹在这个感情里面也是被这个人折磨的不轻啊。很多时候啊，巨蟹对这个人呢又是怕，又有担心，又觉得很心疼，其实是极其矛盾的哦。所以这份感情嘛，很明显的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停滞期。好，我们来看一下巨蟹在这段感情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啊？那么首先呢，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权杖3，也是代表巨蟹在感情里面是有很多的期待，导致可能情绪就是忽上忽下的起伏不定，导致我们巨蟹的这个情绪哦，就是忽上忽下起伏不定。然后呢，也能看到就是巨蟹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的春天来了，但是呢，过一会儿又感觉是寒冬腊月哦。比如说巨蟹呢，可能会因为对方的一个消息突然的很开心，也会对方回消息回得很慢，然后突然断联，而导致这个情绪失控啊，所以是非常的不稳定。那么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圣杯6，能感觉到巨蟹在这个感情里面是有一些执着和执念在的，可能会觉得遇到了对的对象，但其实可能只是你单方面把对方想得太美好，觉得对方是可以依靠的，甚至觉得对方能够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这种价值，包括情绪价值，包括物质支持等等，还会有各种脑补啊。所以呢，当这个圣杯6出现的话啊，更多的是我们巨蟹遇到了情节哦，可能就是很想跟这个人去公开关系，但是很明显这又容易是一种多边关系的这种状态啊。遇到这个人他可能已经是结婚了，或者说就是已经有了稳定的另一半，然后呢，这个前任又会有一个纠缠，会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首先是一个女祭司啊，女祭司代表这个人呢，其实对于我们巨蟹的爱一直是很克制、很理性的。可能巨蟹就会觉得，越是这种求而不得的人，就越一直很想要得到他，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理性，对我这么冷淡，不像我一样很疯狂呢？所以呢，也容易去为对方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巨蟹有的时候不能理解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啊，就会误以为这个人是不爱自己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对巨蟹有感情的，只是他的爱更多的是克制，而且呢也会要考虑到两个人的未来，所以有的时候他对于巨蟹呢就也有点拿捏不住。那接下来这边出现的是一个圣杯王牌的逆位，就意味着他会觉得我们的巨蟹是有一种对他来讲是失控的，他会觉得巨蟹太任性了，性格也太不稳定了，不太适合一起去过日子，所以你会发现他好像不会再去努力的经营你们的关系，也不会再去为了你们的感情去做斗争，也不太想要推动两个人关系继续前进，就是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之后更多的一些内心的细节啊。首先我们巨蟹这边呢是一张圣杯8，能感觉到啊巨蟹就是不是很满足。简单来说就是巨蟹会觉得对方给到你的不够多，然后伤心没有人能够陪伴你们，或者说觉得对方跟自己不是同频的，不能够有这种感同身受，不能够察觉到自己情绪上面的一些起伏。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一张星币7，也是代表巨蟹啊，你们自己会考虑到，就是会有一些思索啊，清醒的时候就会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代表着我们的巨蟹啊，已经挨过了这个情绪不稳定的阶段或者抑郁的时期，你们已经学会了去自己给自己做一些内心的心理建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巨蟹就会在思考跟这个人继续下去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你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能自己就可以达到，那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徒增烦恼呢？其实巨蟹也会就是停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呢，这也是一张静止的牌。那巨蟹呢，不再会像一开始那样歇斯底里，也不再会有一些情绪的失控，再去跟这个人希望能未来怎么样。包括我们这边的这个审判也是说明我们的巨蟹曾经在这段感情里面执念会很深。然后现在呢，就是回归了一个理智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很多想法都清晰了，导致自己也会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想要放弃，或者你们真的就想要真正的找一个正常的人在一起重新开始，或者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以退为进吧，逼着对方，但是对方他好像真的是无动于衷那两个人就真的是到此为止了。最后来看一下对方这边的情况。首先呢，星币4你会发现对方他一直试图去冲破阻碍，一直想要恢复单身的状况，但是他没有动力，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巨蟹也是在这种一次次的失望和期待当中觉得很落寞。其实对方你说他紧张巨蟹吗？一定也是紧张的，但是他就是迟迟不肯给我们巨蟹一个答案，因为他就是非常犹豫的状态，有什么话呢都不愿意去直说，没有办法去承诺这辈子可以给到我们巨蟹什么，或者能够陪伴多久。那这张牌也代表了一些家庭层面、现实层面的阻碍，比如说可能家长不是很同意或者两个人的家庭是有差距的，导致你们真的无法逾越这些挑战而且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方他是很理智的一个人，甚至他可能自己特别的优秀因为这边的权杖国王你会发现他有很强的责任心、行动力，社会地位也会比较高，方方面面呢他都会就是落实的很好。有的时候他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么爱巨蟹更多的好像就是觉得我应该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并没有把巨蟹纳入到自己人生的考量当中。因为他我觉得也是太理性了所以其实巨蟹会觉得很疯狂的爱着这个人。那如果对方在感情当中很理智的话，或者又会顾及到家庭其他人很多，就说明他好像对我们巨蟹没有巨蟹想要的那么偏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以大局为重的。那他开始意识到我们巨蟹的不对劲的时候，或者说意识到巨蟹有点停滞不前的时候他也有点没办法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是一张愚人牌，他只能顺其自然。如果说巨蟹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一定会愿意来帮助巨蟹。那如果不需要的话，我觉得他只会默默的选择消失在我们巨蟹的世界当中，然后去默默的在背后关注我们的巨蟹。那至于你们还有没有之后的交集，我觉得起码最后这个人他暂时会很害怕受到我们巨蟹的一些挑战威胁或者也害怕我们巨蟹情绪的不稳定，所以他可能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选择停止或者消停。那么在这里我们最后一张结果牌看见的是一个星币3我觉得这意味着这段感情可能就剩这么一点点了，那就大家不要作就稳住，保持沉默就好。如果说一旦开始作，那可能真正的最后一点情面都不留了，也是彻底的要结束了。本来可能现在大家就停在这个静止的状态当中还有机会，但是如果一旦开始彼此的索取、歇斯底里，甚至是又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这些期待又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时候，可能你们真的就想要马上跟对方说分手了，就再也不要联系，然后这种反反复复的说反话所以这张牌更多的就是你们还有机会，就先不要着急，先稳定情绪是你们关系的第一步然后呢，不要让这个最后的情分被消耗掉，两个人从此要是一拍两散各自欢喜，那就真的很可惜了。